大家好，白菜炖豆腐很多人都喜欢吃，但是我们在家里做白菜炖豆腐的时候，顺序总是出错。白菜炖豆腐是先炒白菜还是先炖豆腐？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最正确的做法，保证你做出来的白菜炖豆腐特别的好吃。首先把白菜叶一片一片的掰下来，然后把白菜帮和白菜叶分开，在白菜两边像这样切上一刀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白菜帮切成大块，尽量切得大一点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把白菜叶用手撕成小块，白菜叶也不用撕得太小，尽量大一点。全部撕好之后放入菜篮里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块老豆腐，先对半切开，再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。这里可以切得稍微厚一点，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块五花肉，切成厚厚的薄片。我们在买五花肉的时候，尽量选择这种肥瘦相间的，这样的五花肉吃起来会更香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准备一小块生姜，去皮后切成薄片。再准备一把大蒜，切成薄片。全部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几个干辣椒，用剪刀剪成小段，剪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一把粉条，放入大碗中，倒入40度左右的温水，把粉条泡一下。水尽量多放一点，没过粉条。然后加入一小勺盐，加入食盐能加快泡发粉条的时间，还能使粉条的韧性更好，使粉条吃起来更加的有嚼劲儿。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白醋，白醋中含有醋酸，能软化粉条，使粉条快速的泡发。再盖上盖子，这样粉条就能够很快的泡好了。接下来调一个料汁，碗中加入2勺生抽，1勺老抽上色，1勺蚝油，1小勺食盐，适量的胡椒粉，1勺鸡精，1勺白糖提鲜，一点点五香粉，最后加入半碗清水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粉条已经泡好了。用这个方法泡出来的粉条不软不硬，吃起来特别的有嚼劲儿，而且只需要几分钟就能泡好。然后把粉条控水捞出来，放入碗中备用。起锅热油，油热后把豆腐加进来煎一下，开小火慢慢煎。豆腐定型之后，晃动一下锅子，使豆腐受热均匀。豆腐煎至一面金黄后，给它翻一面，全程开中小火慢慢煎。豆腐不要煎得太老，太老的话吃起来会发硬。把豆腐煎至两面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另起一锅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。油热后，把五花肉加进来翻炒，把五花肉的水分炒干，这样可以减少五花肉的腥味儿。炒至五花肉变色，微微发黄就可以了。加入1勺料酒去腥，翻炒均匀。
再把姜蒜片和辣椒加进来炒香。炒出香味后，再把白菜帮加进来，翻炒均匀。白菜帮一定要先炒，不能和白菜叶同时炒。白菜帮炒至断生后，再把白菜叶加进来，然后继续翻炒，把白菜叶炒软。白菜叶很容易熟，这里不需要炒很久，像这样炒软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它倒入砂锅里面，把泡好的粉条也加进来，再把煎好的豆腐均匀地铺在粉条上面。最后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。烧开后转中火慢慢炖，让豆腐和白菜都充分的入味。现在炖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看看。哇，好香啊！最后再撒点葱花点缀一下，一道非常好吃的白菜炖豆腐就做好了。豆腐外焦里嫩，吸足了汤汁，特别的鲜香入味。粉条吃起来也是非常的香。天冷了，炖上这么一锅，暖心又暖胃。这样炖出来的白菜豆腐，老人和孩子都非常喜欢吃。如果你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猪肉不要再做成腊肉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新吃法，做法非常简单，只要把猪肉放进酱油里浸泡上2天，那真的是吃起来比腊肉还要香。今天花了20块钱买了一大块猪肉，我们最好选这种梅花肉，吃起来会更香。如果喜欢吃肥一点的，也可以选用五花肉。首先我们把肉切一下，把它切成5厘米左右的厚片。因为肉在我们烹饪的过程中会缩水，所以我们尽量切得大一点，不要切得太小，如果太小，做出来的成品就不好看了。全部都切好之后先放一旁，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倒入高度白酒，酒要稍微多一点点，这里倒了半斤左右。然后把肉放进来，用白酒清洗。这里切记一定不要用水清洗，新鲜的肉用水洗过之后就容易滋生细菌，使肉快速变质。白酒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不会滋生细菌，并且用酒精洗过之后，猪肉吃起来特别的香，而且还能保存更长的时间。全部洗好之后，把它放到大一点的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锅中倒入多一点的生抽，大概600克左右，再加入30克老抽，一大块黄冰糖，一块桂皮，2个八角，3片香叶，4颗丁香，5个红辣椒，然后开小火把调料煮开，煮开后再煮5分钟左右，把调料的香味煮出来，然后关火把它放凉。放凉之后，把料汁全部倒入猪肉里，料汁一定要没过猪肉，然后我们再用手压一压，让所有猪肉上面都能够均匀地裹上料汁，然后再扣上一个盘子把它压住，保证每块猪肉都能泡到料汁，再用保鲜膜把它密封起来。密封好之后放到冰箱里或者是阴凉的地方腌制2天2夜。1天之后我们把肉拿出来，然后把下面的猪肉给它翻上来，再把上面的猪肉给它翻下去，
这样腌制的更加均匀，保证每一面都能浸泡到料汁儿。然后继续扣上盘子，再盖上保鲜膜，继续腌1天。这里切记不可以放到有太阳的地方直晒。1天之后，我们的肉已经腌好了，打开来看一看。看一下，猪肉的颜色已经变深了，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。然后我们把它一块一块取出来，放到盘子里，把上面的酱油控一下，防止等一下滴得到处都是。酱油控干之后，再用刀在肥肉的地方切一切，找一根绳子穿进去，然后把它系起来，再把它挂到通风的地方风干2个小时左右。如果喜欢吃干一点的，也可以增加时间。现在的肉已经风干好了，看一下非常的漂亮，看起来像腊肉一样。接下来再准备一个电饭锅，里面刷一层食用油，然后我们把酱肉放进去，这里不需要加水，因为肉在煮的过程中会出油出水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开煮饭功能，煮30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酱香肉味扑鼻而来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样做的肉颜色非常的漂亮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这个时候都忍不住要先咬上一口了。然后把它取出来，装入盘中，稍微放凉。放凉之后，再把它切成小块。看一下，我们这样做的猪肉非常的透亮，它的口感吃起来比腊肉还要香。腊肉有一股辣味，但是我们这样做出来的酱肉只有香味，没有那种辣味。因为那种辣味有的人是接受不了的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一道非常好吃的酱油肉就做好了。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，它比腊肉的制作时间还要短。然后把锅里的汤汁淋在肉上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酱香味十足。它的口感吃起来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。再搭配上1碗米饭，真的是太香了。如果你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谢谢您的支持。快过年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五花肉非常好吃的懒人做法，出锅肥而不腻，非常的解馋又好吃。首先根据自己家的人数准备适量的五花肉，洗净之后再把它改刀切成大块。我们选五花肉的时候最好选这种下五花肉，它的口感比较好。切好之后冷水下入锅中，然后加入姜片，1勺料酒去腥，大火烧开，给肉焯一下水，水开后再煮3分钟左右，充分煮出猪肉里的血水，这样能够有效的去除腥味，而且还能煮出一部分油脂。这样做出来的五花肉香而不腻。煮好之后再把它控水捞出来，装入碗中，然后再用热水清洗掉表面的浮沫，一定要用热水或是温水清洗，这样才能清洗干净，做出来的肉口感更好吃。清洗干净之后再把它控干水分，可以用厨房纸把水分擦干，然后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厚度在半厘米左右就可以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料包，1块桂皮，3颗八角，3片香叶，1片白芷，1小把干辣椒，1小把花椒，适量的小茴香，再准备1颗草果，把它拍碎，
然后把所有调料都放到盒里面。这样我们一个卤料包就做好了。卤料包做好之后，把它放到清水里浸泡半个小时，这样可以去除中药味和苦味。砂锅提前烧热，加入适量的油，油热后加入适量的冰糖，然后用小火慢慢炒，炒至冰糖融化。炒糖色的时候要用铲子不停地搅拌，最后把冰糖炒至枣红色，有大泡泡变成小泡泡就可以了。然后把五花肉倒进来，快速翻炒均匀，炒至五花肉上色，顺便把五花肉里的油脂煸炒出来。这样炒过之后不油腻，口感更好。翻炒均匀之后，再加点老抽上色，然后继续翻炒均匀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五花肉，加入适量的姜片和一个葱节，再把做好的卤料包加进来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用大火煮开。煮开之后，我们打开盖子，用筷子翻动一下，让五花肉更加入味均匀，然后盖上盖子，转小火慢慢炖。接下来准备几张豆腐皮儿，改刀切成3厘米左右的长条，切好之后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取出一张豆腐皮儿，像这样对着折，给它卷成一个三角形的结构。全部做成这样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平底锅加入适量的油，烧热之后把豆腐皮儿加进来煎一下，这样卤的时候不容易碎，而且口感更加的筋道好吃。全程开小火慢慢煎，煎至一面金黄之后，再给它翻个面儿，一直煎至豆腐皮儿两面微微焦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关火，再把煎好的豆腐皮儿直接倒入砂锅中，加入适量的鹌鹑蛋或者是鸡蛋一起卤，再盖上盖子，小火炖30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再加入1小勺盐调味，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。然后盖上盖子，继续卤2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！最后再撒点葱花点缀，美味继承。看看这个肉，非常的软烂入味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这样的肉吃起来入口即化，肥而不腻。豆腐皮儿吸足了肉的汤汁，特别的香，开胃又下饭。鹌鹑蛋也特别的入味，又好吃。做上这么一锅，真的是满屋飘香。这样做的五花肉入口即化，肥而不腻，再搭配上1碗米饭，真的是太香了。如果你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谢谢您的支持。女人啊，一到冬天手脚特别容易发凉，一定要常喝这个猪肚汤。洗猪肚的时候加1小勺盐和1把面粉，用手反复抓洗掉上面的粘液，然后把猪肚翻过来，减去多余的油脂。你看，洗完之后比我的脸还要干净。接下来给猪肚焯一下水，一定要冷水下锅，然后加入姜葱，还有料酒，
水开后煮2分钟，再捞出来。把猪肚切成1厘米宽的长条。每天都在用心教做菜，手里有小红心的就给一个吧，谢谢啦。全部切好后放入砂锅中，家里条件好的可以放几块排骨，再加入姜葱。将松茸菌菇包用温水泡10分钟，泡好后清洗干净，控干水分，直接放入砂锅中，再倒入清水。我们在煮汤的时候，水一定要一次性加满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用小火煲1个小时。调味只需要加入盐、枸杞和葱花，搅拌均匀，美味即成。喜欢的朋友赶快做给家人尝尝吧。喜欢吃卤味不要再出去买了，自己在家做，干净卫生又实惠。关键是味道一点也不比卤肉店买的差，而且做法特别简单。接下来我就把做法分享给大家。电饭锅中放入葱姜垫底，然后放入焯好水的猪脚、排骨、鸭货、肥肠、干辣椒、冰糖、盐、生抽、老抽、黄豆酱。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卤料包，里面有14种香辛料搭配，很多卤肉店都在用它。然后倒入1罐啤酒增香，还能软化肉质。再加入清水，没过食材即可。电饭锅按煮饭键煮50分钟，然后再焖半个小时。哇，好香啊！软烂入味，太过瘾了。喜欢的朋友赶快做给家人尝尝吧。大家好，天冷的时候要多喝汤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酸辣汤非常好吃的做法。做法简单，营养又丰富，酸辣又开胃，保证你一看就学会。首先准备一个去皮的胡萝卜，先切成厚厚的薄片，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，尽量切得细一点，这样口感会更好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把金针菇，先把根部切去，然后用手把它掰成小朵。全部撕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把泡发好的木耳，清洗干净之后切成细丝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块去皮的生姜，先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细丝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再来准备1把洗干净的香菜，切成长长的小段，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点嫩豆腐，用刀把豆腐4角剪开，再把盒子取下来，这样很容易把豆腐盒子取下来。然后把豆腐改刀切成薄片，切好之后转过来，再把豆腐切成细丝。全部切好之后把它倒入清水里面，这样做出来的汤会更加的清澈。然后把它捞出来，控干水分备用。再来准备1个小碗，多加一点香醋，再加一点胡椒粉。用香醋把胡椒粉先搅拌一下，这样在下锅之后胡椒粉就不会变成小疙瘩了。然后再准备1个小碗，打入1个鸡蛋，用筷子把鸡蛋搅散，搅拌均匀。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锅中加多一点的清水，然后开大火烧开。水开之后加入1小勺盐，再把金针菇、胡萝卜丝还有木耳加进来焯一下水。焯水的时间不用太长，大概30秒左右就可以。30秒之后把它控水捞出来，装入盘中备用。然后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的量根据家里的人数来定。再加入1勺盐，适量的生抽调味，
水开之后，把豆腐加进来，再把金针菇、木耳、胡萝卜丝也加进来，用勺子轻轻推动一下，让它们受热更加均匀。然后把刚刚切好的姜丝也加进来，用勺子顺着一个方向轻轻推动，再开大火烧开。这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勾芡了。淀粉水调得稀一点，可以分2到3次倒入锅中。如果淀粉水太稠，容易起疙瘩，然后用勺子顺着一个方向轻轻地推动，在第2次加入淀粉水。分2到3次加入淀粉水，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它的粘稠度。现在汤汁看起来比较粘稠了，然后再把调好的胡椒粉和醋也倒进来，再次轻轻推动搅拌均匀。勾芡之后再放醋和胡椒粉，这样能最大程度保留了酸和辣。最后再淋入我们拌好的鸡蛋液，顺着一个方向轻轻搅拌，这样能够形成一个漂亮的鸡蛋花。再次煮开之后就可以关火了。一道非常好喝的酸辣汤就这样做好了。然后把它倒入碗中，美味继承。最后撒点香菜或是葱花，再淋一点香油增香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天气冷的时候，给家人做上这么一碗胡辣汤，吃起来暖心又暖胃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谢谢您的支持。米其林餐厅煎出来的牛排非常的软嫩多汁，我们如何在家也能煎出这样的牛排呢？其实只要注意以下几点，我们也能煎出鲜嫩多汁、口感超好的牛排。冷冻的牛排拿出来以后，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到冷水中浸泡，这样可以快速解冻。牛排解冻后，先用厨房纸充分吸干表面的水分，这样可以防止在煎牛排的时候大量溅油。煎牛排时，我们要选用烟点高而且味道淡的油，像玉米油和葵花籽油都非常适合。先将牛排两面用油润一下，这样在煎制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地锁住牛排内部的水分。先把煎锅烧热，然后将牛排放入锅中煎制。如果锅不够热，就会把牛排的内里煎老了，而且表面没有明显的焦化状，这样的牛排吃起来就不够香。煎牛排有一个口诀，多厚的牛排就每面各煎几分钟。例如 1.5 厘米厚的牛排，两面各煎1分半就可以了，这样煎出来的牛排就是完美的5分熟。煎牛排的过程中，如果需要加入黄油提香，我们可以在最后的时候加入黄油，避免黄油过早的焦化。牛排煎好以后，煎了多长时间，就要让牛排静置多长时间，也叫醒牛排。目的是让煎制牛排的过程中渗出来的血水，学名肌红蛋白，重新回到牛排的肌肉细胞里，这样醒好的牛排吃起来才够软嫩多汁，而且不至于又干又柴。我煎的这份牛排，商家已经帮我们腌好味道了，所以在煎制的过程中不需要放任何调料，非常方便。我买的这份牛排里面有10片150克的厚切牛排，这种厚切牛排更加鲜嫩多汁，每片牛排里还有1包黄油，另外还赠送10包黑胡椒酱、3包香酥鸡排、2包意大利面、1副餐具刀叉，还有一个煎牛排时用的小煎锅，真的是太划算了。这个饼太好吃了，外酥里糯还拉丝，关键是做法非常简单。准备一张手抓饼，将香蕉放在上面，按压成泥，然后撒上芝士碎，将饼对折包裹起来，
表面刷一层蛋黄液，再撒一层白芝麻，放入烤箱，200度烤10分钟，爆浆又拉丝，这也太好吃了。